2018年7月2日，中国贵州省的一座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。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这座山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，成为中国第53处世界遗产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座山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原因是这样表述的：梵净山保存着中亚热带孤岛山岳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，而且拥有全球独有的前金丝猴和梵净山冷杉。前金丝猴数量稀少，极其濒危，目前仅有800只左右，只生活在梵净山，被称为地球的独生子。2017年10月，中央电视台决定用超高清设备拍摄前金丝猴和梵净山。但是，野生前金丝猴本来就不多，见过它们尊容的人很少，了解它们的人更少。在原山林密的大山里，想要看到前金丝猴都不容易，更不要说拍摄到它们了。2018年4月，摄制组来到梵净山，开始了一波三折的拍摄。武陵山脉盘踞在湖北、湖南、贵州、重庆4省市的交界地带。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一部分，位于贵州省的东北部。主峰凤凰山海拔2572米，也是武陵山脉的最高峰。独特的地质和气候条件，1万年岁月的雕琢，造就了梵净山奇特的地貌。置身梵净山，仿佛身处另一个世界。更神奇的是，远远望去，群山宛如一尊卧佛，当地人因此也称梵净山为大佛山。早在汉代，梵净山就以三山谷的名字载入史册。这个谷字与山并列，实实在在地强调了梵净山的特点：断崖孤峰，山高谷深，山以谷峻，谷因山幽。到了明朝，梵净山已是一方名胜。由于这里风光神奇，佛教逐渐兴盛起来，成为僧众向往的梵天净土，所以得名梵净山。香火鼎盛时期，山上山下的庙宇一度接近上百座，其中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寺庙，叫做果然寺。据《山海经》和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我国南方有一种人兽叫做果然，尾长过头，鼻孔向天，可以直立行走。传说当地百姓为了供奉山里的果然兽，专门修建了果然寺。如今果然寺已是残垣断壁，神兽造像也不知去向。山民们请来傩公傩母继续拜祭。有意思的是，
在当地老人们的记忆中，因为神兽长了一张猴子脸，这座庙还有一个名字——猴子庙。长尾猴的形象还被古人赋予了更多的意义。北京的定陵博物馆有这样一件展品——缂丝12张衮服。衮服是我国古代最尊贵的礼服，帝王在祭天地、拜祖先等最隆重的庆典上才会穿着。这件衮服的底纹上布满字图、蝙蝠和如意祥云，寓意万寿鸿福。还有12种图案，称为12张纹。其中一个图案上有一个类似猴子的动物尾，特征是仰鼻而长尾，象征着智慧。据说它雨天会挂在树上，用尾巴堵住鼻孔，防止雨水流入。尾和果然兽不仅形似，而且神似。它们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1902年，英国传教士汤姆逊在梵净山区发现了白肩仰鼻猴，也就是前金丝猴。此后的60多年间，一直没有人再见过这一神秘的物种。直到1967年，当地村民意外捕捉到了这种灵长类动物，前金丝猴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。杨业勤退休前是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的局长，40多年来，每年他都要上几次山，一进山就是几天、10几天。跟踪观察前金丝猴是他最大的乐趣。这里的每条小路、每个山头、每处山坳，都留下了他跋涉的足迹。大半辈子里，他说自己就干了2件事：一是研究猴子，二是保护猴子。猴子到过的地方，他基本都去过。尽管如此，他也不是每次上山都能见到猴子。这个前猴呢，它实际上应该说没有什么领域，如果有呢，那就是整个梵净山就是它的一个家园。所以在这个梵净山上的话，这个猴群的活动路线啊，它实际上是可以延伸到很宽。前金丝猴又名白肩仰鼻猴，因为尾巴像当地的牛尾河一样弯弯绕绕，当地人也叫它牛尾猴。金丝猴是仰鼻猴的俗称，共同的特征就是鼻孔上仰。研究人员认为，金丝猴是由100多万年前的一种古老的游猴进化来的，秦岭是他们的老家，后来演化出了不同的种群。川金丝猴、前金丝猴、滇金丝猴、怒江金丝猴，也就是缅甸金丝猴和越南金丝猴。5种金丝猴都是濒危动物，尤其是前金丝猴比野外种群有1000多只的大熊猫还要珍惜。在调查过程中间嘛，我们在山上的话设了好几个点，做了一个长期监测。
这以后发现的话，就说岩高坪这个地方的话，是他最愿意集中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就建了一个长期的监测站。40年的野外研究，杨业勤对前金丝猴的活动规律早已了然于心。岩高坪是最容易见到前金丝猴的地方。前金丝猴为群居性动物，一个群能有100-200只猴子，它们每天更换一次活动地点，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，一般有规律的巡回迁徙。每年的4月和10月是前金丝猴产子和交配的季节，这个时候猴子往往集合成大群，它们在树上活动，追逐嬉戏。从远处看，大片的树都在摇动，仿佛漫山遍野都是猴子，但是由于枝叶的遮挡，仍然见不到它们。按照杨业勤的建议，摄制组选择了几个视野较为开阔的位置，架设好摄像机，静候猴子的出现。日落月升，7天过去了，镜头前面的树一直没有出现大家期望的晃动。这次拍摄，摄制组最终失望而归。不过，在山脚下的野生动物救助站，摄制组还是见到了前金丝猴。这个小家伙仅有6个月大，还在吃奶。刚出生时，它的体重只有500克左右，要猴妈妈一直抱着。1周以后，它才有足够的手劲儿，能在猴妈妈移动时紧紧抓住。虽然小猴已经是一个敏捷的攀爬者了，但从出生到现在，它每天晚上都是在妈妈的怀抱中度过的。哇，它会过来抢。哦，不要凶嘛你！来，这。哎，终于吃到了小猴。别的金丝猴成年雌性一般2年产一胎，只有前金丝猴要3年才能产一胎，而且幼崽的成活率很低，这也是前金丝猴数量如此稀少的原因之一。因此，在梵净山野生动物救助站，这只小猴是大家伙的心肝宝贝。2013年，猴妈妈由于左腿受伤，跟不上猴群，落了单。护林员在巡山过程中发现了它，把它带回了救助站，及时的截肢手术和精心治疗，挽救了它的生命。猴爸爸是2012年的秋天，2个村民在河滩的一棵树上发现的。当时他身上有多处伤口，估计是在猴王争霸中失败，被赶出了猴群。经过工作人员几个月的悉心呵护，他才恢复健康。在这里，他依然是猴王。这2只猴子都是从野外救回来的，从来没有驯化过。另一只母猴来头也不小，因为它是在救助站出生的第3代猴子。
和他一起出生的还有2个伙伴，现在生活在北京动物园。目前只有在这里和北京动物园可以见到圈养的前金丝猴。现在这几只猴子很健康，而且野性十足，但是它们却不能回归野外的家园了，因为经过长期的圈养，它们已经很难适应野外的生活。更重要的是，由于与人类接触密切，它们很可能携带了人类的病菌。一旦放归野外，对于仅存的前金丝猴野外种群将是灭顶之灾。我这是给你配吗？2018年7月2日，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梵净山被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。原因之一就是拥有全球独有的前金丝猴。消息传来，坚定了摄制组拍摄野生前金丝猴的决心。10月，摄制组又一次来到了梵净山。大片的水青冈是梵净山特有的景观。从海拔300米到2000米都有分布的水青冈，在梵净山可以算得上是顶级群落植物之一。不仅如此，水青冈的枝叶还是前金丝猴的主要食物之一。离岩高坪不远就有2棵高大的水青冈树，巡护员把这里称为山门。这个就是大门。认识这几个字吗？什么字？这几个字你看一下，他们认得出来吗？什么有？有声。有虎。此山有虎，此地有虎是吗？然而，当时这个字要多少年才能打这么高？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展的话，就判断个30年吧。华南虎是我国特有的老虎亚种，曾经遍布我国华东、华中和西南的广阔地区。如今，野生华南虎存在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，很多专家都认为华南虎在野外已经灭绝。前无驴，有好事者传载已入。前之驴的故事我们再熟悉不过了。说来也巧，梵净山区的确是古代前地的一部分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前这个地方其实有点憋屈，毕竟那驴不是前的，而是好事者用船运来。那只谨慎狡猾的、有点可笑的老虎，才是地道的前地出品。不过，老虎不知驴，这个故事至少反映了前地自古以来交通不便、相对封闭的特点。也正是这种封闭，保护了当地的生态，保护了当地的文化，让和谐质朴的民风传承至今。岩高坪山势比较平坦，周围有很多水青冈、樱桃、玉兰等树木。这些树的叶子和果实是前金丝猴喜欢吃的，尤其是西面和北面是猴子们经常出没的区域。这里既有高大的树木，还有茂密的灌木丛。猴子们既可以在高处观察四周的情况，又可以在林间觅食嬉戏。1984年，保护区在这里设置了监测点。当时的话，那个棚子是
搭的这个地方嘛。开始是搭的棚子，后来呢，弄了2个救灾帐篷，里面没有床嘛，把建筑砍下来铺在上面，还有一个睡袋。男的女的也没办法呀。无非是中间的话稍微隔一下，一个桶铺住。为了观察研究地球的独生子前金丝猴，2005年，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岩高坪建立了永久监测站，在一块还算平坦的地方搭起了2组简易房。别看地方不大，可意义重大。无论春夏秋冬，监测站每天都要有人值守。面朝大山，静观猴去猴来。刚刚我听到在这边。往上一走，过去看，去跟踪他。明天一早他们还在那里，如果没有金牌，他还会在那里。但如果现在要过去的，现在过去就是太远了嘛，这个声音还是离我们很远的距离。但是我们走在那个位置的话，可能现在得1个半小时啊，走到那里要1个半小时才能走。现在是差不多10点多了，5点钟。到6点钟的天黑了，只能明天早上稍微早一点过去跟踪他们。那边上面没有信号是吧？有信号，有些地方有，有些地方没有。这个放到这里，好，他给帮他调好。喂，可以。等一下，如果我看到有猴子或者什么，我再叫你们。对，你们可以反过来吗？好的。祝你们好运啊！谢谢。希望能拍到。好。猴子在华丽街大水湾那边，你们过去一定声音小一点，就是说到那边多观察。猴子就在那个我们这边营地这边进来很清楚了，已经确定是金丝猴了。好。好的，收到。轻点，别讲话。那就别讲话。走路的时候尽量不说话吧，而且慢一点。手机关掉啊，手机。猴子正朝着我们行进的方向移动，这个消息让大家十分兴奋。野生前金丝猴生性机敏，警惕性很高，对异常的响声特别敏感，稍有动静立刻逃之夭夭。为了保护它们，保护区一直坚持不进行人工投喂，因此它们对人类戒心十足，是几种金丝猴中最难找也最难拍到的。他们是在营里看到的，我应该在这一片。你们就暂时到这儿等一下吧。看看。
1个小时过去了，猴子没有出现。2个小时过去了，猴子还没有出现。那他在这个地方活动了很久了。就是他这个地方，你看，他估计是在树上面。所以它是个藤本啊，它是爬在那个树上，然后这个很新鲜。要就是今天早上，看这个，它是光吃叶子，这个叶柄就不吃。叶柄不吃。所以它这个锁果的话，很明显的锁果，看到没有？这它冬季可能最主要的东西之一了。所以一路上都看到，你看这片，这附近就肯定有这么一根，所以它这个地方丢得到处是。这基本上可以判断，要就是昨天下午，要就是今天清晨，因为都很新鲜。你刚才看到有个斑痕嘛？对，找到猴子了吗，杨老师？没有。假如说听见2声的话，反正没看见。没看到猴子。估计今天是不行了。估计今天是吧？怎么样？你们这边看到没有啊？没有。它这个如果形成小群的时候的话，是很难发现的，而且很可能连小群都不是，是一个全熊群，也就2、3只，所以我们也听到声音，但是看不见。全熊群速度很快，那是不容易看见的。扯吧。能走。山里的天气变化得很快，晚上还是皓月当空，清晨就变得雨雾蒙蒙，能见度仅有不到20米。天无3日晴，地无3尺平。贵州东北部绵延的低山丘陵地带上，梵净山突兀而起，高峰峻岭，顶天立地，垂直高差有2000米。西太平洋季风、印度洋季风进入内陆，遇到武陵山脉阻挡，大量的水汽变成降水。2000多米高的梵净山更是得天独厚，有内陆腹地，但是1年365天之中，梵净山有200多天云遮雾绕，烟雨飘渺，连当地的村民都很难见到它的真面貌。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带来了大量的雨水，滋润着葱郁的山地原始森林。茂密的植被绝对当得起原始这2个字。即使是当地人都不敢随便进山，生怕迷路出不来。这些都阻挡着人们对大山的窥视，甚至你进了山，也不一定能看到山。那么，野外的黔金丝猴到底是怎样生活的呢？不仅摄制组想拍到，研究人员更想一探究竟。为了揭开黔金丝猴神秘的面纱，2010年，研究人员开始使用红外相机记录黔金丝猴的活动，研究它们的行为和习性。最初是按照梵净山的海拔梯度，从下往上安装，后来逐步发展为分片安装，
重点监测。那上面注意安全，把好。在监测站周围方圆几千米的范围内，就有200多台相机，全天候监测着动物们的活动。脚往下面。好的，好。9年的时间里，积累了大量的资料。猴子生活的许多细节都出现在红外触发相机的镜头里。如果我们在野外远处用望远镜看不到这个灵光内部这样清晰的画面，也就不能话感觉到它在这个领食中间，在没有威胁的时候，它是非常专注的在那个采集食物。相机记录的画面对于判断前金丝猴的种群数量十分重要，因为用望远镜、照相机等设备观测到的猴子数量只是实际数量的一部分，还有更多的猴子在树林的中间层甚至地面上活动。这是安放在树下的相机记录的画面，猴子们在地面上是如此的悠闲自在。不过，一旦树冠上放哨的猴子发出警报，它们马上就会撤离。前面如果一个猴带着走了以后，它会在前面一个高树上呢，站上去观察，后面的猴才开始走，全部走同一个树枝，同一条路线啊。前金丝猴如此谨慎是有原因的。虽然现在山里没有老虎了，但猴子依然不能称大王。危险随时可能出现。一个就是云豹，而且云豹的话是一个夜间活动的动物，猫科动物夜间的视力都很强的。那这种情况下，偷偷的上去啊，一把抓住会咬住了尾巴以后，那猴子一蹦，那个咬断的可能性是很大的，这是一个天敌。第二个，梵净山的大狞猫的数量也不少的呀，甚至于在这个山上的豹猫啊，以及獾这一类型的东西，对它的话都有可能有伤害。千百年来，气候不断变化，周边人类生产活动增加，让与世隔绝的梵净山成为了众多孑遗、珍稀、濒危物种最后的天堂。这里山高谷深，拥有多种条件优越的生存环境。前金丝猴和众多的珍禽异兽一起，在这个独特的生态系统里自由繁衍，世代生息。红腹角雉，大小和鸡差不多。雄鸟的羽色非常艳丽，头顶上生长着乌黑发亮的羽冠，羽冠的两侧长着一对蓝色的肉质角，精巧而美丽。角雉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。红嘴蓝雀是雀类中体积最大、尾巴最长、羽色最为亮丽的一种，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，也是古今花鸟画中常见的主角。豪猪浑身带刺，倒退着用刺扎对手是它的招牌动作。据说惹急了，它还能把刺当箭射出去。虎子蛙，又叫资蝉，是我国特有的珍稀两栖动物。发情期的雄资蝉，上颌边缘会长出黑色的角质刺，因此又被称为
中国角怪。梵净山有3000多种动物，3000多种植物，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35种，重点保护植物31种，每年还都不断有新种被发现。显著的生物多样性是梵净山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的主要原因之一。等待是漫长和枯燥的。突然，一只猴子闯进摄像机的镜头，大家立即兴奋起来。这是咱们。然而，一盆冷水随即泼了下来。我看一下。就是我们找的猴子吗？没有，这个是那个是藏球猴，不是金丝猴，不是咱们要找的。不是，这个是藏球猴。藏球猴是我国猕猴属中最大的一种。成年藏球猴身高70厘米左右，尾巴却不到10厘米长，因此又叫短尾猴。虽然它的学名中有个藏字，但是其实在西藏并没有分布。藏球猴出现在附近，前金丝猴就不可能来了。摄制组再次与前金丝猴无缘。梵净山的云雾变化万千，让人永远看不透。梵净山的云雾神秘莫测，一如梵净山本身。终年笼罩的云雾，默默地守护着大山的秘密。从筹备拍摄开始，2年时间里，摄制组2上梵净山拍摄野生前金丝猴，都空手而归。2019年4月，摄制组第3次来到梵净山。和前2次拍摄一样，几天下来，还是没有发现前金丝猴的丝毫踪迹。巍峨的大山，用自己饱经风霜的沉默，考验着心情日渐低落的摄制组。前面有猴子，快点！好的，收到。正值晌午，猴子们似乎在午休，静静坐在树杈上一动不动。只有几只小猴子不知疲倦地在树梢上窜来跳去。午休结束了，一只雄猴坐在树梢上，肆无忌惮地方便起来。这群金丝猴大约有50-60只，摄制组和它们的距离超过了100米，中间还隔着一道山谷。
这道天然的屏障似乎让前金丝猴稍微放松了警惕。1个小时后，猴子们好像发现了有人正在窥视他们的行踪。一只放哨的猴子警觉地向着摄制组的方向张望。不过这并没有打扰到其他猴子。这群猴子中，幼猴出现的频率很高，红外触发相机拍到的画面里也是这样。这说明野外前金丝猴的种群是稳定健康的，而且发展趋势良好。前金丝猴尾巴的长度超过了身体的长度，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树梢上活动。这条长尾巴能够很好地帮助它们保持平衡。不过，这只断了尾巴的猴子行动依然十分敏捷。看来，前金丝猴在山里的生活并不是风平浪静的，还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。不久，一只从树杈经过的猴子向我们这边张望了一下，显然看见了我们，发出了几声尖叫，这引起了猴群的注意。几乎所有的猴子都朝着我们的方向好奇地看过来。三上梵净山，终于拍摄到了野生前金丝猴，大家都很兴奋，浑身的疲惫一扫而光。毕竟，这是难得的一次较长时间前金丝猴生活状态的拍摄，也是首次前金丝猴的超高清影像记录。或许是摄制组的出现干扰了猴子们的休息，又或许是因为天色已晚，猴子们要寻找过夜的地方，它们终于失去了对我们的兴趣。几分钟后，猴子们消失在密林深处。大山重归寂静。